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忆欧春剧情解析：周也黑化回归豪门，徐凯千面全陈吸粉。徐凯、周也主演的古装爱情剧《忆欧春》尚未开播就话题满满，最新预告一释出，周也一句"我才是那只来索命的恶鬼"，直接把复仇感拉到最高。被不少网友形容根本是古装版《黑暗荣耀》。该剧改编自由四姐同名小说，由潘安子执导，爱奇艺平台显示为2026年代播古装爱情剧，主演包含徐凯、周也、徐振轩、陈意涵、陈科颖等人。《忆欧春》讲述谢清源年少丧母，流落街头，命运最狼狈时遇见同样遭逢家变，被发配充军的沈润。两人在困境中短暂相依，分别前约定一定要努力活下去。多年后，谢清源重回谢家，表面上是被接回府中的世家女子，实际上却是为查出母亲含冤而死的真相而来。她不再是任人摆布的孤女，而是带着心计、胆识与复仇决心回到深宅大院，一步步揭开当年阴谋。此时的沈润也早已不是当年落魄少年，而是几经沉浮后成为朝廷重臣。因钱塘赈灾与贪腐案再度与谢清源重逢，两人从少年羁绊走向成年博弈，一边查案，一边复仇，也在权谋暗流中重新确认彼此。忆欧春最吸睛的关键，就是女主角谢清源不是传统等人拯救的小白花，而是带着伤口回来索命的复仇型女主。她年少失母，成年后重返谢家，不是为了认祖归宗，而是要查清母亲冤死真相。这种我回来不是求公道，是要你们付出代价的设定，让整部剧自带爽感。尤其预告中周也冷笑，放话自己是索命恶鬼的画面，直接把暗黑宅斗氛围拉满，也难怪会被网友拿来对比《黑暗荣耀》。徐凯这次饰演的沈润，同样不是单纯深情男主，他少年时遭逢家变，被发配充军，长大后一路逆袭成为朝廷重臣，外表看似温和守礼，实际上心思极深，懂得在朝堂与权谋之间周旋。这种看起来像君子，其实比谁都会布局的人设，正好与谢清源的复仇线形成互补。他不是只会撒糖护妻，而是能与女主一起查案、破局、对抗阴谋的双强型男主。徐凯与周也都是古装适配度很高的演员，一个是气场沉稳的权臣感，一个是清冷灵动的复仇美人，两人同框自带故事感。目前释出的物料中，两人的互动不是直求甜宠，而是带着试探、戒备与暧昧拉扯。少年时曾在低谷相遇，成年后又在阴谋与复仇中重逢，这种我知道你危险，但我还是想靠近你的氛围，正是古偶观众最爱嗑的宿命感。忆欧春以南宋为背景，视觉风格主打宋代美学与江南水乡氛围。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，剧中服化道走低饱和、典雅、精致路线，不是过度华丽的仙侠风，而是偏向宋代审美的清雅克制。这点也很贴合故事本身，表面是温润如茶的古典美感，底下却藏着家族冤案、朝堂贪腐与复仇杀机。越是画面漂亮，越衬出深宅暗流的压迫感。这部剧不是单纯古装恋爱，而是把宅斗、复仇、朝堂查案与双强爱情放在同一条主线中。谢清源要查母亲冤案，沈润要调查钱塘贪腐案，两条线互相牵动，让故事不只停留在男女主谈恋爱，而是有更明确的悬疑推进。对观众来说，既能看女主反击深宅恶人，
也能看男女主联手揭开更大的权力黑幕。除了徐凯、周也之外，易欧春演员阵容还包括徐振轩、陈意涵、陈科颖等人。配角群颜值与古装适配度都颇受讨论。爱奇艺页面也列出该剧主演阵容，显示此剧在卡司配置上不只靠男女主撑场。尤其这类宅斗权谋剧最怕配角扁平，若谢家内部人物、朝堂势力与情感支线都能撑起来，易欧春的可看性会更高。易欧春由潘安子执导，官方平台也已列出导演与主演信息。潘安子过往作品擅长古装氛围与视觉调度，因此这次如何把宋代宅院、江南景致、朝堂暗线与复仇情绪融合在一起，也是剧迷期待的重点。如果说易欧春的故事是一杯茶里藏杀机，那导演要做的就是让观众在看见精致画面的同时，也感受到每个角色背后的算计与伤痕。谢清源是全剧复仇线的核心人物，她年少丧母，流落在外，长大后重回谢家，看似是柔弱归来的府中女子，实际上早已把过去的伤痛变成复仇的武器。她聪明、冷静，也懂得隐忍。比起大吵大闹式反击，谢清源更像是安静不齐的人，等到时机成熟，再让那些害过他母亲的人一一付出代价。周也过往古装形象多带清冷感，这次挑战带有黑化与复仇气质的角色，很可能成为他古装代表作之一。沈润少年时遭遇家变，被发配充军，命运与谢清源一样，都曾跌入谷底。多年后，他成为朝廷重臣，奉命调查钱塘贪腐案，也因此与谢清源重逢。他不是单纯温柔守护型男主，而是外表谦和、内心深沉的权臣角色。面对朝堂，他有手腕；面对谢清源，他有偏爱；面对真相，他也有自己的坚持。徐凯这次的角色魅力，应该就在于温润与腹黑之间的反差。李从新是剧中重要男性角色之一，设定上带有世家公子气质，也与谢清源的情感与家族线有所牵连。他的存在不只是感情支线，而可能牵动谢清源回到谢家后的人际困局。若剧版能完整渲染他的挣扎与选择，这个角色很可能成为观众讨论可惜型男二或一男平角色的焦点。